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要来分享我的2021电子手账。因为是一整年份，所以我使用比较简单耐看的设计，背景是方格纸，颜色则是以蓝色和米白色为主。在资讯栏中有提供连结给大家，点进去之后就会进到这个 Dropbox 的页面，选择右边3个点的图示，选下载。下载之后点选右上角的向下箭头，点选放大镜就可以进入下载项目的资料夹。因为下载的档案是压缩档，所以要点一下来解压缩。那这边就会出现2021不久的资料夹，点进去之后有3个档案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年度手账，可以看到不同的封面、年度计划等等。点选右上角的分享图示，选择于 GoodNotes 中打开，汇入为新文件，这样 PDF 就会被汇入，在 GoodNotes 中就会变成一本笔记本。封面有2个不同的款式，一个只有写上2021，另一个是有写3个短句的。最上面这一句话是 Stop overthinking， 中间一连串的小字是 Everything is a choice， 那最下面就是 Just do it。 这3句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，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在2020写的短句是 Love life and life will love you back。大家可以用第1页只有2021的版本写上对自己有意义的句子，或是要直接使用第2页也可以。那接下来是年计划的部分，也是有2种版本，一种是半年为1页，一种是1年为1页。年计划的方式可以用荧光笔把日期标记起来，接着我会用套索工具把那个日期圈选起来，选择最右边的萤幕截图，再点选右上角的分享，选择拷贝，再贴到月份下方的空白处，调整大小之后，在日期旁边写下当天的事情。截图的方式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因为这样可以让排版比较整齐，可是如果觉得这样太麻烦的人，也可以直接在空白处写日期，再用荧光笔标记就好了。那如果同一天有2件事情发生，在日期的上下画一行，变成像汉堡、夹心饼干的样子。因为在年计划，我通常只会用来记录连假或是亲友的生日，所以全部写完也只会长这个样子，不需要太多的空间，那就会选择用1年1页的版本。但如果年计划需要比较多空间的人，就可以考虑使用半年1页的方式。在年计划后面有4个页面，是用来规划年度目标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要怎么设定年度目标，或是常常设定了却做不到，导致每年的年度目标都一样，那在影片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运用这4页，所以这边我就先跳过。那接着这4页呢，就是年度目标跟冲刺目标，这2页也会留到影片的最后再一起介绍。再往下是尝试页，这一页可以用来写一些你很想尝试的事情，比较无厘头的想法，像是光脚走路、找陌生人聊天这种完全没有逻辑的东西，写在目标页可能会有点奇怪，所以我就另外建立了这页。那这一页是存款墙，把1年预计要存的金额，或是你每一个月可以存的金额写在这面墙上，那每一个月就可以来把当月存下的钱填满，这样年底就知道自己到底存了多少，还有跟你一开始预想的状况到底差了多少。感激页面会用来记录当天发生让人觉得很感激的事情，因为每天都要写，所以要尽量不写重复的事情，那你就会去挖掘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些小事物。像这阵子几乎每天都下雨，所以只要有1天不下雨，那就可以把不下雨这件事当成一件很值得感激的事情写进去。除了月计划原本就有的追踪表之外，这次还另外新增了年追踪的页面，方便记录一整年的变化。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很难在月计划中看到规律或是改变，例如心情好了，一个月可能会有几天心情比较低落，或是某几天特别有活力，那光看一个月找不出规律。可是如果把每一个月的记录都放在一起，可能会发现月初的时候特别容易开心有干劲，或是
经期前特别容易生气、焦虑等等的。除了心情之外，像是经期、排卵期这种以月为周期的内容，也很适合用年追踪的方式来记录。那接下来的4页是用来记录看过的书、电视、电影，还有喜欢听的歌单。先从书籍记录的部分开始介绍，这边贴上书的封面之后，可以先大概裁剪成符合的大小。那这里会用到刚刚从 Dropbox 下载的另外2个图片档。从萤幕下方上滑叫出 Doc， 就是最下面这一行是 Doc。那长按档案拖移到画面上，就会出现一个悬浮视窗，直接拖移 Stickers 1放到 GoodNotes 里面。之后我们可以先把悬浮视窗先隐藏起来，只要把手指放在萤幕上，往右滑到萤幕外，悬浮视窗就会被隐藏了。需要的时候再把手指从萤幕外滑到萤幕内，悬浮视窗就又会出现了。操作方式就像这样。那回到书籍记录的部分，点选图片之后，选择裁切，只留下左下角的这个区块，调整大小之后压在封面上，之后可以在上面写下日期，用荧光笔标记对这本书的评分。另外也可以把正在看的书写在其他还没有贴上封面的书封。电视的部分一样是贴上海报，接着我会用形状工具依照海报画出外框，并在下面写下看完的日期还有评分。电影的部分因为有胶卷作为背景，所以可以直接把电影海报贴上去。歌单的部分则是贴上正方形的唱片封面，然后一样写下歌名跟歌手的名字。这边是照片墙，总共有12个框框，每个月都可以选一张照片来代表当月。想要把照片直接盖住外框，或是把照片放在框框里都可以。另外贴纸中有提供灰白2款透明片，如果想要在照片上写字，可以搭配透明片使用。2款搭配不同颜色的笔刷会有不同的效果，像是在灰色遮色片上写白色的字就会比较明显，那在白色遮色片上用黑笔写字就会比较明显。最后是月计划的部分，这次有稍微做一点调整，把习惯追踪表移到月计划上。右边一样写下习惯的名称，建议大家可以少量追踪，因为会写下来大部分是还没有养成的习惯。那如果一次追踪太多习惯，很有可能会忘记或是最后都放弃。那每天都可以用荧光笔在已经做完的项目上点一点。月计划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区块，可以写下当月目标，也可以把前面的年目标或冲刺目标转移一些小目标到每个月里面。那在月计划里，我大部分只会记录比较大的事情，像是买东西之类比较细节的待办事项，就会放到日计划中。在月计划后面一样有收支表，接着是周计划的部分，这边有7个格子，可以写下每天的日期，右下角也可以作为写待办事项的区块。但老实说，我其实很少用周计划，而是使用日计划比较多。那使用日计划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，一样先写上当天的日期和星期几，画一条线，下面就是写当天做了什么。我早上会先把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写出来，晚上回顾的时候再来检视哪些任务有完成，哪些任务被延后，也会补充一些事情的细节，之后再利用贴纸中的分隔线来区隔不同的日期。比起周计划更喜欢日计划，主要是因为周计划通常会有固定的格子，但每天会发生的事情数量不一样，有时候想写很多，有时候想放一些照片，有时候却4-5行就解决了。周计划的格子会限制写的空间，所以在使用上比较不自由。那写纸本手账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比较喜欢用空白的页面来做日计划，周计划常常会放着就没有使用。不过因为写周计划的人很多，所以周计划和日计划我都有设计模板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来选择。
在日计划之后就是每月回顾，可以利用贴纸中的长方块来制作标题，例如家庭、工作、生活等等，回顾生活中的各个面向。那习惯有外框的人也可以从贴纸中找到素材。后面已经把2月到12月的月计划都先做好了，但收支周计划和日计划的部分都没有先放进来，主要是想让大家自由搭配。如果你有需要的页面，比如说2月你想要继续使用周计划，可以点左上方4个方块的这个图示，会进到缩图，找到1月的周计划表之后，点周计划右下方的向下箭头，选复制，就会有一个新的周计划，接着再把它移到2月之后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使用复制的方式，要记得把原本的内容也删掉。在下一页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右上方的添加页面，选择目前范本，就会再有一张周计划表了。最后一页则是空白方格纸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添加页面。贴纸中也有附上 A 到 Z 的英文字母，可以建立标题的时候使用。之所以没有特别建立 key 页，是因为我已经很熟悉符号的使用方式。那如果是第一次尝试写手账的人，很建议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，或是沿用原版的都可以。有符号的帮助真的会让记录更有效率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并没有新增索引页，是因为 GoodNotes 中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可以点左上方4个方块的这个图示，最左边这里有一个大纲。一开始已经先帮大家在 PDF 里面做好基本的大纲，所以大家进去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年计划、存款还有每月月计划都已经加到大纲里了。点选这个大纲，它就会跳到相对应的页面，像现在我点什么，它就会跳到什么页面里。另外大家也可以自己在 GoodNotes 里面添加页面到大纲。我们回到缩图的地方，以刚刚的日计划为例，我把这页添加到大纲中，命名为1213到1215，接着进到大纲这里，就会看到刚刚那一页已经被加进来了。右上角这边有一个筛选，分别是 PDF 大纲跟自定大纲，点一下自定大纲，它就会被隐藏，剩下原本的 PDF 大纲。那我们也可以隐藏 PDF 大纲，只留下自定大纲。另外我也会把每天都要使用的页面加到最爱里。进到缩图这边，每页的右上角会有一个页签的图示，点选之后页签会变成红色，那这样就是被加到最爱页面里。像我加了这几页的页签之后，最爱这边就会有这些页面，之后每天只要来看这里就可以了，不用一页一页去找要写什么。这边有一个小提醒要跟大家说，因为原本已经有做好的 PDF 大纲，以年计划来说就会有3页，大家可以把不需要的范本删掉，像我只留下1年1页的年计划，把前面2页删掉。这时候进到大纲会发现那2页还是存在，但不用紧张，只要回到首页，点击右上方的齿轮图示，进到垃圾桶，把刚刚的页面删掉，或是直接清空垃圾桶，这样再回到大纲的时候，前面2页的年计划就已经不见了。那影片的最后要来跟大家介绍前面先跳过的那几个目标页。这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写目标，很大一部分是受到2本书的影响，分别是《子弹思考整理术》和《1年计划10年对话》。会看这2本书其实是因为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定下所谓有意义的年度目标，所以想分享这些方式给大家，也希望可以帮助到跟我一样觉得有点迷茫的人。先从目标页开始，很多制定年度目标的人会像这样直接写下明年想要达成的事情，比如最常见的可能是减肥、看书、念英文，并不是说这些目标不好，而是应该思考这些目标真的对自己有意义吗？为什么要选这些目标？所以在目标页之前，就是帮助自己思考的地方。
那这几页几乎都是前面2本书提到，或是从那2本书发想的方法。有兴趣的话，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2本书，相关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提供给大家。那接下来会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示范给大家看。第一个是人生目标，在这里你可以写下心中的人生目标，就是这辈子想要达到什么。这边以买房和健康为例，写完目标之后，可以运用5个为什么来检视这些目标。以买房为例，第一个问题是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，答案可能是不想再租房子。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不想再租房子，答案可能是让父母不用再搬家，或是不想再缴房租等等。这里没有正确答案，只是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探讨这个目标对你是不是真的有意义，未来努力的时候会更有方向，不会常常很迷茫，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在问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和目标的差距，并在下方写下如何达成的方式。再以健康为例，一样用5问法来找答案。5问法只是一个举例，如果问到第3、第4个为什么就已经知道答案的话，可以不用强迫自己问下去。但如果问到第5个问题还是找不到重点，可以再试着问问看，是问题不对，还是这个目标其实没有想象中重要。问的过程要对自己诚实，但不要太苛刻自己。像健康这边，在写的过程中会发现3七步少运动是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，那我们就可以从变健康这个大目标改成改善站姿、多运动这种比较明确的中小目标。下面就可以再针对这些中小目标来想解决的方式。第二个是未来的我，在这里可以以年龄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一生。先在各个年纪写下你认为那个年纪自己应该要做到的事情，比方说几岁退休、几岁结婚等等。再把前面的人生目标也规划进来。以买房为例，假设你希望自己60岁退休，可以负担的是30年的房贷，那你至少31岁前要存到头期款买房，31岁之后每个月要付多少钱，30岁之前每个月又要存多少钱，再以这些金额去推估你的月收入，可能现在还达不到，那就开始思考要如何达到。方法很多，可能是提高月薪、贷款、跟亲友借钱，或是创造被动收入等等。把自己觉得做不到或是不采用的删掉，再把留下的项目继续往下延伸思考该怎么做。那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和要怎么做。第3个是10年后的自己，10年后的自己会长什么样子？你的体态、穿着、住哪，这些都会反映你的生活形态，像是运动习惯、工作、经济状况等等。因为作者在1年计划10年对话的最后一章有非常详细的介绍，所以这边就没有多做解释。第4个则是你心里的盘点清单，把正在做、应该做、想做的事情全部列出来，再一个一个去看哪些是必要的，哪些其实并不重要，或者根本定错方向。最后回到目标页，再来审视一开始写的这些目标。以减肥来说，原本的目的可能是想要健康，但前面在写的时候会发现，影响健康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体重，而是不运动跟错误的站姿，那就可以把减肥改成养成运动习惯。接着下面一样写下如何达到，可能是报名健身房或是每日运动10分钟。那评估自己的状况，可能先从每日运动10分钟开始。让我们进到最后一页，冲刺目标。这边写上刚刚选择的每日运动10分钟，比起最刚开始的减肥、健康，到后来养成运动习惯，到现在你只需要做到每日运动10分钟。这个目标相对明确，也容易达到。下面一样写下该如何达到。而在冲刺目标的最后，可以写下自己实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障碍。比方说下班很累不想动，那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？
这一连串的思考都没有正确答案，但只要可以帮助自己厘清思绪，找到方法和目标，其实就够了。在目标这边，我有设计一个印章的小贴纸，大家可以在目标完成的时候把贴纸贴上去，就好像盖了一个完成的印章。虽然是电子手账，还是可以创造我们的仪式感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次2021的年度手账，也希望最后的目标设定有帮助到需要的人。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，或是希望我拍什么样的主题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